工地跳闸为什么总跳一级箱？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很长时间了，所以今天让我过来给他查一下哪里的原因。现在师傅打开的是2级配电箱，就是下面这些2级、3级的配电箱的漏电保护器不跳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跳1级箱的总漏保。这是他们1级箱的漏电保护器，这个漏保出来一根电缆线去接到2级箱，然后这个电缆走了很长一段距离，有的在地上，有的在地下。电缆过来以后接的这个2级箱，2级箱下边这些漏保出来又接出3级箱。他们怀疑是不是后面有些电器或者设备在漏电，或者说是这些漏保是不是不好，所以让我过来测一下这下边的分线路是不是有漏电的。如果有漏电的，为啥不跳这些漏保而跳上一级漏保？你断吧，你看吧，断吧，断去了，都在用着电呢。你断吧，断去。先用电笔验电，养成好习惯。有师傅说用这个电笔测电压怎么来判断是不是有漏电？一般测3相电对地电压，像这种测的3根线对地电压相差不大，这是正常的。那如果用电笔测的对地电压，其中一项太低，其他2项高，我一般会认为低的那一项对地漏电很严重。下一步该怎么测呢？我想测一下这3路漏保下面的线路是不是有漏电的。测这些回路漏电需要拆掉后边的零线，因为这些回路接在一起不方便测量，所以我要拆掉这个主零线和分零线，因为一会还可能测主线。测漏电层次开档，一个表笔测地线，测大地，另一支表笔分别测量这些零线，发现这一路是漏电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漏电保护器它下面的线路是有漏电的，很明显，可能是这个漏电没达到它的漏电电流，所以它不跳。它下面还带了个3级箱，也是走的明线，在马路的对面。那就到这个3级箱看一下，3级箱总闸也是漏保。同样的方法，拉闸断电之后直接测量漏电，对地，它这做了个接地，对大地测漏电，测每一路对大地之间，这一路是漏电的。他们说漏电这一路是接的水泵，水泵一直用电打水，就是这一台水泵是漏电的。那是它的原因跳的1级箱的总漏保吗？按照原理来说，它应该是跳自己3级箱的漏电保护器，或者是2级的漏电保护器，不应该跨过去直接跳1级箱的漏保啊。所以我想直接去1级箱看一下。1级箱离得很远，在另一个工地，因为1级箱用的是人家的电，所以说每一次断电都不方便。那就抓紧时间测量，总是跳的就是这一路。测漏电需要拆掉下面的零线和火线，还是用指针表来测漏电。一个表笔插地线，插地线就是插在大地上，这个电缆线几百米，看能不能测出来。把这4根线都拆下来了，电缆线的那一头也是断开的，等于说单独测这个电缆线对大地是不是漏电。看一下，这个表针摆动比较明显，很显然是对地漏电的，对大地漏电。这一项对大地也是漏电的，也就是说总是莫名其妙的跳1级箱，是电缆线漏电造成的。电缆也拆了，零线也拆了，主缆是漏电的，太明显了。有接头吗？有接头那个地方看一看吧，没埋地下吧？没有，接头没埋地下。这电缆挺长啊，这个电缆有多长？有几百米了。好100米。下面就去看一下这个电缆线的接头和有没有破损的地方。几百米长的电缆线有地上的，还有地下的。这是地上的，这有破皮。但是这些破皮不是对大地漏电，用表测出来那种现象是对大地直接漏电。
所以应该是地下的电缆线有问题。这里有一个，这就是施工的时候给破坏的。往那还有，这个电缆线还有接头，但是接头的地方没问题。他们说还有这个地方，里面正在施工，电缆线穿过这片施工地以后又穿过马路，让这些干活的师傅休息几分钟，去看一下这个电缆线有没有问题。他们说这路电缆线早已伤痕累累，哎呦，都挖破了都。电缆线都破皮了，都看到里面的铝线了。这一块划伤了不止一个地方。他们说再往前还被干断过，就直接把这个电缆线给干断了，然后他们自己接的，接上以后缠的胶带。但是现在看又破了，又有漏的了，他这些接头还得重新做。再往前就进地下了，地下的电井过马路到对面工地。这个电缆线要找出所有破损或者是漏电的地方不太容易，明面上都那么多，我估计暗线也少不了。他这个不如直接换新线，然后这些电缆线的位置也要改，在这地方不行啊。他们说这就放假了，过了年准备换一根粗的电缆线重新走，这个功率太小。像这电缆线的修复还有要不要换电缆线，他们自己说了算，我只是给他查出原因就行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